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采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50岁女人该有的打扮，妆容精致，发型减龄，穿衣得体，优雅又高级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岁月如歌，时光荏苒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有些女人即便到了50岁，依旧能够保持一种青春的光彩。她们的美不单单只是浮于外表，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格调与魅力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女人，过了50岁就显得非常的苍老。为什么这些女人过了50岁老态尽显？主要有以下4个原因。1. 经常愁眉苦脸，表情疲惫不堪。在时间的洪流中，每位50岁的女人都承载着自己的一段往事，这些往事无声地在我们的面容上展现，成为一种静默的叙述。那些总是面带忧愁的女人，脸上的岁月痕迹会更加明显，再加上经常显露出的疲惫之态，不经意间就会消减我们的精神活力，加速身体的衰老。这会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松弛，骨骼失去原有的支撑。2. 睡眠差，有眼袋黑眼圈。睡眠是心灵的宁静港湾，也是肌肤的天然美容师。对于50岁的女人而言，若睡眠质量欠佳且持续时间较长，眼周便可能悄悄地出现一些不好的痕迹，例如眼袋悄然在眼睛下方聚集，记录着那些难以入眠的夜晚，也向世人展示着生活的压力。还有黑眼圈环绕在眼睛周围，既是睡眠不足的标志，也是内心焦虑的真实反应。3. 服装暗沉过时，缺乏活力。服装它不只是外表的装饰，更是心灵的镜子，反映出一个女人的内在修养和独特品味。对于50岁的女人而言，挑选合适的服饰显得尤为重要。如果总是选择那些色彩沉重的服装，比如以黑色为底的深蓝色印花，或是全身深褐色的图案，这样的搭配就像秋天的落叶，又如冬日的阴霾，不仅无法为面容增添光彩，反而会加重那份沉重感。这样的颜色选择会让我们的皮肤显得更加暗淡，内心的活力与激情也随之消减，让人感觉过时，仿佛与时代脱节。4. 错误的化妆显得更老。化妆对于50岁的女性来说，并不是禁忌，但关键在于手法要得当，选用的化妆品也要适合自己的年龄和肤质。如果化妆不当，不仅不能增添光彩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例如，脸上涂抹了厚重的粉底，不仅不能让肤色看起来更亮白，反而会给人一种涂了面粉的错觉，让皮肤显得生硬且粉底卡得不自然。过深的眉色和口红颜色，就像浓重的墨迹，不仅不能遮掩脸部的瑕疵，反而会无意中加重了皱纹，让人看起来更显老态。当女人步入50岁，岁月的痕迹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许多人可能会认为50岁是青春的终点，是时尚的绝缘体，认为这个年纪的女人在穿衣打扮上会逐渐显露出年龄。其实不然，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，真正的优雅和品味是不受岁月限制的。无论50岁还是更年长，那些真正懂得如何优雅地老去的女人，她们的美依然自然不造作，始终散发着迷人的光彩。别被年龄限制了你的穿搭思路，阻止了你追求美的脚步。这才是50岁女人该有的打扮，妆容精致，发型减龄，穿衣得体，优雅又高级。1. 妆容精致。虽然再精致的装扮也不过是外在的装饰，但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合适的妆容能够提升你的肤色、状态和气质，让你看起来更加优雅，显得年轻。50岁的女人应该避免浓妆艳抹，因为这样容易显得俗气、老气，还会降低你的气质。
妆容应该精致，选择与自己肤色相近的底妆，适当遮盖脸上的瑕疵，对于皱纹，不需要过分遮掩，保留一些岁月的痕迹，反而更有魅力。眉眼是面部妆容的重点，挑选一款与自己脸型相得益彰的眉形，能立刻提升你的气质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通过深色眼影的点缀，能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加明亮，充满活力。中年女人在选择口红时要谨慎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色号，以达到提亮肤色、改善气色的效果。砖红色、正红色、裸色、深豆沙色等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年龄的颜色。2. 发型减龄。发型对于女人来说，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名片，它不仅能巧妙地修饰我们的头型和脸型，还能在无形中改变我们的视觉年龄。对于50岁的女人而言，选择一个长短适中的发型，能够更好地衬托出我们的气质。齐肩的中长发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它对脸型的要求相对宽松。对于圆脸的女人来说，搭配上轻盈的碎发刘海，不仅时尚，还能有效地修饰脸型，增添一份年轻的气息。此外，这种发型还能巧妙地修饰下颌线，恰到好处地遮掩了中年时期可能出现的发腮现象。而对于偏爱短发的女人，短发的造型虽然多样，却也较为挑剔，如果驾驭不当，可能会显得老气。因此，建议那些喜欢短发的女人，可以尝试过耳短发，并搭配上空气感的纹理烫发。自然的弧度不仅增加了头发的蓬松感，还能很好地解决发量稀疏的问题，同时更显女人的柔美和韵味，让视觉年龄看起来更加年轻。3. 穿衣得体。对于50岁的女人来说，穿搭是展现个人魅力的重要途径。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装，得体的装扮能够凸显女人的优雅气质，而过于繁复的打扮则可能让人显得老气横秋。因此，在选择衣物时，应避免俗气和过分艳丽，同时也要注意衣物的松紧度，不宜过于宽松或紧绷，更不宜过于暴露。下面咖啡屋分享一些适合50岁女人的时尚穿搭技巧，在保持优雅的同时，又能显得漂亮精神。首先，50多岁女人在选择衣物时，应注重衣物的合身性。合身的衣服能够更好地展现出女人的身材曲线，凸显出优雅的气质。避免选择过于宽松或紧身的衣服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材特点选择适合的款式和剪裁。比如，对于身材较矮的女人，可以选择高腰裤、短款上衣等来提高腰线，拉长身材比例。而对于身材较丰满的女人，则可以选择宽松的上衣、紧身裤等来平衡身材。其次，裤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宽松的裤子能够更好地修饰身材，掩盖一些身材上的不足。同时，宽松的裤子也更符合50多岁女人的气质，展现出从容淡定的风格。不过，要注意避免选择过于宽松的裤子，以免显得臃肿。此外，裤子的长度也要适中，避免太长拖地或太短影响整体美观。再来谈谈鞋子的选择。对于50多岁女人来说，选择一双合适的鞋子不仅能够增加舒适度，还能够提升整体造型的时尚感。建议选择带有一定高度的跟鞋，这样能够更好地修饰身材比例，让腿部线条显得更加修长。同时，跟鞋的设计也要简约大方，避免过于花哨或夸张。当然，如果女人们觉得跟鞋过于疲劳，也可以选择款式简单、舒适的平底鞋或坡跟鞋。在配饰的选择上，50多岁女人可以注重细节的处理，用一些小巧精致的配饰来增添整体造型的亮点。比如，可以选择一款简约大方的项链或耳环来点缀整体造型，或者在手腕上佩戴一款细长的手链，
增加一丝优雅气质。此外，丝巾、围巾等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可以用来增添整体造型的色彩和层次感。最后，50多岁女人在打造时尚穿搭时，还要注重色彩的搭配，可以选择一些柔和温暖的色调来展现自己的气质和魅力。比如米色、灰色、棕色等都是非常适合50多岁女人的颜色。同时也可以尝试一些亮色系的单品来增添整体造型的活力，但要注意色彩的搭配和过渡，避免过于突兀或花哨。总之，50多岁女人的时尚穿搭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注重衣物的合身性、裤子的宽松度、鞋子的选择以及配饰和色彩的搭配，就能够轻松打造出优雅又漂亮的造型。回望过去，许多女人对未来都怀抱着无限的希望和梦想，青春的热情、事业的顶峰、家庭的和睦，似乎都在为美好的明天奠定基石。但是当岁月悄然流逝，50岁这个节点就像一座山峰，突然出现在生活的道路上。对许多女性来说，50岁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，标志着从充满希望的开始转向了未知的终点。这种转变带来了我们心态变化和挑战。50岁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段。在事业上，许多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，有些人可能已经接近职业生涯的尾声。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特别是职场上对年龄的偏见，常常让人感到压力重重。在家庭中，随着孩子的逐渐独立，家庭角色的转变也使许多母亲感到失落。更年期的生理变化让身体变得陌生，情绪波动频繁，仿佛一切都在失控。在这个年龄段，许多女人会感到无力、迷茫，仿佛生活在这时迎来了断崖式的下跌。下面是3种应对50岁的积极方法，帮助你走过心理的阴霾。1. 调整心态，放低预期。过了50岁，我们得学会拥抱生活的变化。心态上的转变至关重要，得明白身体和外貌的改变，工作角色的转换，这些都是岁月的自然流转。很多人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标准，总想着保持年轻时的活力和容貌，维持事业的巅峰状态，但这样的追求往往只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焦虑和压力。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，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，学会适度降低自己的标准，接受自己身体的老化，理解在职场上可能不再拥有当年的竞争力，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美好。当我们不再那么执着于社会地位、事业成就和外貌时，心态自然会更加平和，压力也会随之减轻，内心反而能找到更多的宁静。50岁以后，放下对完美的追求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幸福。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在的成就，更在于内心的充实和满足。通过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，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变化，拥抱属于自己的新生活阶段。2. 专注内心健康，培养自我意识。在50岁这个人生阶段，保持内心的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焦虑、抑郁和情绪波动常常伴随着更年期的生理变化，而这个时期的女性往往忙于应对家庭和工作中的种种挑战，从而容易忽略自己的心理健康。因此，培养自我意识，关注内心的需求变得格外重要。首先，保持心理平衡是关键。通过冥想、深呼吸或瑜伽等方法，可以更好地管理压力，保持情绪稳定。定期与朋友、家人交流也是减轻心理负担的有效途径。社交支持有助于缓解孤独感。其次，培养自我意识，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。许多女人在50岁之前，生活重心往往放在他人身上，如照顾家庭、教育子女、支持另一半的事业。
而到了50岁，很多人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内心的声音。此时重新审视自我，发现新的兴趣和价值观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写日记、参加心理辅导或阅读等方式，来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受，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，关注精神世界的充实，能够帮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人生的转折。3. 寻找新爱好，拥抱人生另一段。50岁后的生活，不再是年轻时追求事业和家庭成就的延续，而是一个全新的阶段。这个阶段，女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发现和培养新的爱好。无论是学习一门新技能，参与志愿活动，还是旅行、写作、绘画，寻找能激发热情和创造力的事物，能够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。比如，许多女人在50岁后开始学习艺术或手工制作，发现自己有未曾开发的天赋。有些人开始专注于运动或健康生活方式，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。兴趣爱好不仅可以丰富生活，还能帮助我们保持头脑敏锐、心态积极，延缓衰老的影响。同时，志愿服务或参与社区活动，也是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的方式。通过帮助他人，我们不仅能获得成就感，还能拓展社交圈，避免随着年龄增长而带来的孤独感。50岁后的生活并非终点，而是转折。50岁对于许多女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人生的关键节点，带来了各种挑战和变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终点，相反，这是一个重塑自我、发现新可能的时期。通过调整心态，专注内心健康，培养新的兴趣爱好，女人可以优雅地迎接这一阶段，继续过充实有意义的生活。岁月的流逝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和接受这些变化。年到50的女人，请把自己活成这3种人，余生会越过越好。1. 保持健康的状态。培根说，健康的身体乃是灵魂的客厅，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禁闭室。一个人要想活得越来越好，首先就得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，才有余力去追求其他东西。而想要有一个好的身体，须得让身体要过着一种有规则的、有节制的生活，起居有常，作息有度，身体才能活力四射，有条不紊，睡眠充足，人生才能生机盎然。此外，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曾报道称，乐天派的人对生活有着积极的态度，有明确的目的和很强的社会认同感。他们要比悲观派的人更健康。女人过的是心情，活的是心态，心态好了，身心也就顺了。乐观积极，生命也会变得更加丰富有意义。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而言，心态平和是内心沉淀的一种方式。不要过于在意得与失，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和情绪，从容面对生活的大小事，少忧愁生气，多微笑，相由心生，整个人也会变得光彩照人。2. 不沉迷于抱怨，愿意去改变自己。三毛说，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，也无不可，但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，便是不聪明的人了。无谓的抱怨不仅让别人觉得不胜其烦，更重要的是，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负面暗示，会让生活越来越丧气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就是能够平静地接受已成事实的事，不耗费精力纠结无能为力的事。与其去发无意义的抱怨，做无意义的消耗，不如学会去做积极的应对和改变。当你愿意去改变，去学习，不断地提升自己，就可以慢慢地找到自我价值，自己也有了底气，自然对生活会越来越有信心，会越过越好。看过一个采访，很有感触。息影10年后，
55岁的李若彤又多了2个全新的角色。她先是写书出书，一本随笔集《好好过》让很多人鼓起勇气迎难而上。随后又以节目策划人和主嘉宾的身份，制作了一档健康纪实栏目，人们诧异于她的大幅度跨界，她却淡然笑道：人生不设限，我的最好还没到来，往后人生会更好。3. 取悦自己远比取悦他人更重要。给你3秒思考时间，说出你最爱的3个人。答案往往千篇一律，父母、爱人和闺蜜死党，唯独没有自己。年轻的女子往往为悦己者容，到了中年，学会取悦自己，远比取悦他人来得更为重要。不要把金钱都投入到男人和孩子的身上，要学会爱自己多一些。要知道，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懂得爱，那么别人也不会轻易去爱你。适时给自己放个假，把家和孩子丢给男人，约上闺蜜逛街、美容、看电影、旅行。生活不要局限于家庭的方寸之地，只有心得到满足了，你的状态才会饱满。当你不是为他人而活，而是活出不一样的自我和自信，你在婚姻中才不会患得患失。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斯卡感慨说，女人决定结婚生子时，她的生命一方面开始了，另一方面却结束了。很多女人认为在婚后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和孩子身上，委屈自己，成全一家人。但婚姻从来不是女人的全部，家庭也不是女人的战场。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人，而男人可能会嫌弃自己跟不上他的脚步。女人经营好自己的人生，学会取悦自己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饭局的诱惑里，宁静被问到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20岁，会怎样选择？大概没有哪个快到50岁的女人会排斥这样的选择。而宁静却说，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长这么老，我才有这样一颗不会被随便摧毁的心，我怎么舍得变年轻？除非我带着现在的记忆。中年其实才是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村上春树说，将年岁渐增看作逐渐丧失各种东西的过程，还是视为不断累积各种东西的过程，只怕人生的质量会大不相同。人到中年，越活越好的女人，大多学会了做以上3件事。你做到了几件呢？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